世界上最奇特的20个运动，像这种一边下棋一边拳击，竟只排末尾。有句话叫“生命在于运动”，所以有些脑洞大开的人就发明了这些奇葩的项目。这些几乎在我们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运动，到底是怎么玩的？又在什么时候发明的？今天就点赞订阅后，跟着阿军一起去活动活动吧。第20名，象棋拳击。顾名思义，就是既要下象棋，也要比拳击的赛事。比赛规则很简单，先礼后兵，先进行1回合的国际象棋比赛，再进行1个回合的拳击比赛。比赛由6个回合的国际象棋赛和5个回合的拳击赛组成。通常，象棋比赛为4分钟，拳击比赛为3分钟。拳手们通常上1回合打得鼻青脸肿，气血翻涌。钟声一响，回到棋局，又得迅速冷静思考对局走法。选手如果在拳台上被击倒，或是在棋盘上被将军，都会立即输掉比赛。如果既没有在拳台上击倒对方，也没能在棋盘上获胜，那么裁判最后将通过拳击得分点数来宣判是谁获胜。这样的比赛或许会改变很多人对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看法。第19名，雪河战。打雪仗是正儿八经的赛事，你知道吗？这项比赛使用的雪球是用统一的模具压制的，每人限制90枚，每个队伍的人数最多为10人，由7名场上选手和3名替补组成。7名队员中又有4名前锋和3名后卫，并且都限定了各自的活动区域，如果超出范围就会被出局。这一点和足球、篮球有很大的区别。选手以这些墙壁为掩体，避免被雪球击中。如果被击中，不管是对方的还是队友的，都会被出局。所以想要传球给队友，只能通过滚地球或者手把手递到跟前才行。比赛采取3局2胜制，率先拔下对方旗帜，或者全灭对方，再或者比赛结束时，场上剩余人员较多一方即取得比赛胜利。第18名，打屁股比赛。这是一项由俄罗斯举办的奇怪赛事，2位美女会互相打对方屁股。比赛规则也是如这个动作一样简单，只要被拍的人跌倒或者脚步有移动，就算失败，另一方就直接获胜。我想那相扑来了，不是直接无敌？当然，这其实只是娱乐比赛，是俄罗斯扇巴掌比赛中的小插曲，所以参加比赛的都是亮眼的模特或者健身博主，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增加现场氛围。第17名，骑公牛。在马达加斯加的贝奇利奥，有一种类似于美国牛仔骑牛比赛的运动，在当地被称为 Cibica。 在过去，它被当作一种成人礼，现在发展为了运动。公牛会从笼子里释放出来，然后玩家尝试骑在它的身上，并尽可能抱住更长时间。由于在马达加斯人当中，公牛被视为神圣的，所以人们一旦进入竞技场，就会被当作英雄一样。他们会激怒公牛，让它变得凶猛，好让这些大家伙上蹿下跳，过程可谓十分凶险。只有当公牛疲惫不堪，或者男人受到严重伤害时，角逐才会结束。只要有勇气参加这样比赛的男人，在当地都会受到很高的敬意。第16名，霸王龙跑步。人类那该死的胜负欲总是会催生出各种离奇的比赛，比如你现在看到的霸王龙赛跑。当然，他们并不是真的恐龙，只是穿上了类似的服装，不过这看起来的确有点滑稽。比赛场地没有跑道划分，看起来更像是狗狗赛跑用的。只要一打开闸门，就有一大堆霸王龙，如同饿虎扑食般摆出怪异的动作冲向终点。这些霸王龙脑袋都四仰八叉的，手如同捣蒜一样疯狂摆动。这场面如果真被霸王龙看见，估计化石都能被气炸了。第15名，睡觉比赛。你没听错，睡觉也能比赛，这就是由宝可梦、
刚刚在2024年4月1日的愚人节举办的奇葩比赛，选手们进入到4个独立的透明单间，现场观众人山人海，观看选手们的睡姿。比赛时间8个半小时，这段时间会由深度睡眠时间长度、睡觉姿势奇葩度2项作为评分标准。也就是说，睡得越久，姿势越奇葩，分数越高。现场有设备监控选手是否进入睡眠，所以装睡基本不大可能。当然，估计这也是世界上最无聊的比赛了，看着看着自己就睡着了。不过，这其实并非是真正的比赛，这是宝可梦在愚人节给大家开的个玩笑而已。第14名，爬杆过河。这是一项类似于撑杆跳的运动，不过区别是这个运动用到的杆要长得多，并且需要选手助跑撑着杆一路攀爬到最顶点附近。所以这项运动主要考验的还是选手们的攀爬能力。它起源于中世纪，农民使用木杆来跨越运河。随着这项技术的普及，人们就把它作为一项运动传播开来。如今已有专门的锦标赛，最初用的是木杆，现在基本用的是碳纤维杆。通常选手们的鞋上有类似橡胶的防滑垫，帮助攀爬栏杆。最终的排名是根据选手跳过河水后的距离来决定。第13名，龙舟拔河。这是一项结合了龙舟和拔河的比赛。这种比赛分为2种形式，一种是2队选手背对背，另一种则是正对着。为了保证公平，每队的人数和使用的船桨都是一样的。比赛时间通常在2个小时左右，对选手的体能是非常大的考验。同时，团队成员也必须整齐划一，才能把力量拧成一股绳，达到最大的动能。哪一方最先将对方拉倒或者推到标记线上，就获胜。该运动最早出现在2014年的福建集美区，后在2015年，波兰的奥尔施丁也出现了类似的比赛。第12名，马球。马术比赛大家都知道，但骑着马打球，你见过吗？其实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古代很流行，当时被称为击鞠，盛传于唐宋元3代，直到清代逐渐消失。该运动最早起源目前没有定论，有说起源波斯的，也有说起源吐蕃的观点。随着发展，该运动在欧美部分国家流行起来。这是一项高度综合性运动，它不仅考验球员的个人技术和战术执行力，也考察他们对马匹的调教能力和理解。它与传统球赛最大的不同，除了骑马外，还有一个就是每进一球，双方球员都得互换位置，其目的是因为风速以及地形可能会对比赛结果产生影响，所以为了保证公平性，采取这种规则。第11名，3轮车球。这是一项司机和乘客亲密配合的运动，司机负责驾驶，而后面的乘客则负责击球。在精准的控制下，将地面的球一步一步地推进到对方的球门里，就能得分。与其说这是运动，倒不如说是另类的车技比赛。这项全新的运动于2016年在斯里兰卡发明目的之一是为了替代另一种骑在大象背上的球赛，因为该运动被指虐待动物。通常每队有3名球员，3名司机，由2节7分钟的时间组成，每节间隔15分钟。为了保证公平性，通常车辆的性能都是相同的。第10名，自行车球。能参加这个比赛的人，那他自行车驾驶能力那是相当的哇塞的。因为球员们基本得做到自行车的长时间悬停，在外力作用下依然保持稳定，甚至是双手离开车把手依然能稳如老狗。自行车球最早起源于1920年的德国，目前流行于一些欧洲国家。每队有2人，任何一人均可担任守门员，不管是运球还是射门，都必须由车轮完成。而守门员只要脚步离开车踏板，可以用身体任何部位，包括自行车本身进行防守。第9名，摩托车球。
这或许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足球了。骑手们驾驶着摩托车在球场上飞驰电掣，这些球会比普通的足球要大一些。与自行车足球不同，摩托车足球是允许用脚运球的。通常每队有5人，4个骑手，1个守门员，而守门员和裁判是不需要骑摩托车的。为了保证公平性，车手们的车都是统一的 250cc 摩托车。因为有一定的风险性，所以都必须佩戴护膝和安全头盔。摩托车的侧面装有特制的框架，方便车手在车和腿之间夹住球。这项运动估计也就只有真男人才敢玩了。也的确，该运动从1929年发明以来，获得最多冠军的就是战斗民族俄罗斯。真的是彪悍的人生，不需要解释。第8名，台客球。这是一项结合了足球加乒乓球的运动，拥有相当亮眼的观赏性。球员不能用手臂接触球，只能使用腿、头或胸部来控制和传递球。比赛通常采用3盘2胜制，最先获得12分则胜。球员在每次得分后都会更换发球权。与乒乓球不同的是，该运动有2次尝试发球权利，直到成功为止。同时，球台也与乒乓球不同，它使用特殊的弧形球台，这是因为台客球更大，这种球台有助于反弹。与乒乓球还有不同的是，球桌是不能被触碰的，而且擦边球在这里也是无效的。台客球起源于2012年匈牙利，由3位足球爱好者发明。虽然是新型运动，但在世界上传播范围很快，因其观赏性和技巧性确实很高，相信不久就能成为奥运项目之一。第7名，无板篮球。这是一项可以让石佛邓肯流泪的运动，因为它没有篮板。它名叫篮网球，也叫英式篮球。它最早起源于19世纪末的英国，主要是为了女性而设计。这是一项重视团队协作且没有过多身体对抗的运动。球场每队有7人，且只能在固定的位置活动，所以你会看到前场打得热火朝天，但后场居然有很多球员在那发呆，估计库里来了得哭晕在厕所。在无板篮球中，球员不能运球，只能传球和投篮，而且不能持球超过3秒，也不能对持球者身体接触，还不能触碰持球者手中的球，想要断球，只能在传球途中抢断。这是十分适合女性的运动，已经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，相信不久就能在奥运中看到了。第6名，合球。同样是没有篮板，不过跟英式篮球最大的区别是，该运动必须是男女混合参加，每队由4男4女组成，同样限定了活动范围。这项运动起源于1902年的荷兰。合球中有一项奇怪的规则，就是当2队得分之和为2的倍数时，比如2比0、1比1、3比1等，2组球员就得交换攻防角色。同时，防守只能采用1对1盯防，不能采取包夹策略，更不能防守异性球员。同样的，该运动也不能运球，也不能进行挡拆，这让詹姆斯来不得哭死啊！这项运动估计也是全球唯一必须男女同时参加的运动了。它在男女平等上做出了很大的进步。如果你单身的话，相信我，这应该是脱单最快的运动了。第5名，浮士德球。见过场地这么大的排球吗？不过它的规则中是允许球在地上进行1次反弹的，所以这一点又和网球有些类似。它的历史比较久远了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200年。虽然和排球很像，但球员只能单手击球，双手击球是不被允许的，并且不能用手掌，只能捏紧拳头，用虎口或者手臂打击。同时，发球也不需要像排球一样在底线，球员可以在前排攻击线后的任意位置发球。
第4名，匹克球。这又是一种复合型运动，类似于乒乓球加网球，起源于1965年的美国。匹克球的场地和羽毛球场大小完全相同，只是球网相比更低。比赛采取11分制，不必需要太多的体能，通常节奏较快，10分钟就能完成一回合，并且规则简单，几乎稍微学一下就能打得有模有样。所以在很多中产圈中的中年人里很流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发球规则只能发对角，并且球拍不能高于腰部。在发球后的前2次击球是不能截击的，之后的击球也不能跨过篮网下边的白线。它的得分规则不同于传统乒乓球，只在有发球权一方的得分才是有效的，非发球权即使赢得回合也不能得分，但可以更换发球方。如果是发球方得分，那么下回合依然继续发球。这项运动虽然没有进入奥运会，但却被选为2024年巴黎奥运的表演项目，所以其成长潜力还是巨大的。第3名，水底曲棍球。试过水底拿着个小铲子滑来滑去的吗？这就是被称为全球10大奇葩运动之一的水底曲棍球。每队最多6人比赛，另有4名替补，需要穿戴特定的装备，包括泳装、面镜、呼吸管、手套、脚蹼和呼口器。球只能依靠手里的小棍子移动，用其他部位都是犯规。泳池长25米，宽12米，深2至4米，两边有球门，射进就可得分。通常这项运动的成绩绝大多数是由憋气时间和游泳水平决定。当然，当你憋不住要换气的时候，也需要队友的配合传球，共同把它送到对手球门里。因为其有趣的玩法和增加心肺能力的作用，这项运动在中国已经非常流行，甚至催生出不少培训机构。第2名，泡泡足球。这是一项简单粗暴的运动，可以说除了不能攻击对方球员的脚步以外，你想咋撞就咋撞，只要分数比对方高就算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挂着的泡泡虽然是塑料的，但据说也有10斤以上的重量，所以跑起来还是略显笨重。当然，这并非是一项正规的比赛，它是娱乐项目，主要还是强调的娱乐和趣味性，作为朋友之间建立友情、增加团队协作的一种游戏。第1名，脚趾头锦标赛。注意看，这2人的脚趾头在拜把子，如果脚气可以传染，我估计他们已经水乳相融了。正经地说，这项比赛起源于1976年的英国，该比赛有点类似于扳手腕，主要是通过脚趾头把对方的脚碰到旁边的板子上就算赢。通常是3局2胜，并且左右脚趾头都要参赛。不知道参赛前这些选手要不要洗脚？如果真遇到几个月不洗脚的来报名，主办方会不会同意？最奇葩的还是该运动的主办方曾在1997年居然还提出奥运会申请，不过你也猜到了，肯定是被拒绝了。如果真的申报成功，那场面我不敢想了。这些奇特的运动中有你想参与的吗？或者你曾经有参与过什么奇特的运动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神评论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订阅支持阿军，也可以进入我的主页，里面有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的翻拍。那么让我们下一次再会。